好，来看一下今天咱们带来的比赛呢，是来自于一场2002的一场比赛。之前咱们做了一个视频啊，这个把2000总说成02。事实上呢，这个也不能怪我，可能说顺嘴了啊。就好比就是说那个小狼一说这个小狼你今天干啥去了？我说嫖娼去，不是，就是可能就是意思就说顺嘴了，你知道吧？对吧？就这个意思啊。小狼也是刚从东莞，然后对，你们现在传是吧？哎，我就去了，怎么地吧，我就去了啊，能把我怎么样？对不对？我不拉回来了吗？这就是关系，知道吗？是还是出色的这个，对吧？这个关系硬啊，直接出来了。那么小狼呢？这个继续刚才那个话题来说啊，就是说可能咱们看直播的人知道啊。这个小狼看了一个爱情动作片啊，这个传说中的番号呢是 WAN 杠啊，这个我就不说了啊，传说中一个叫做啊这个，咱们控制啊，这个107啊，这个意思。好，咱们看现在这边呢，这个比赛正式的开始，来自于大猪和这个13B 啊，这名起的你看啊，13B 啊，13叔啊，这个周星驰。好了，这一局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大猪呢很少上一些非主力，他这一次上的是大门，然后比利马祖，也就是红丸和刚才的这个草剃精啊，还是一个狸草啊，还是一个95草啊，非常的有意思。咱们看现在这边一个好，咱们看这一局维斯。其实刚才咱们可以看到啊，很多人说，哎，这个 bug 阵是97才有吗？其实98以及这个2002它都有 bug 阵，也就是说呢，就在2002制作的同时呢，这个 bug 阵啊还是没有被人发现出来啊，就是大家你懂的。但是这个 bug 阵呢，咱们可以看到02当中呢是没有禁招的，所以说 bug 阵可以随便练。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这个应该说大猪啊刚上来之后，这个大门打得非常凶，而且伤害也非常不错，跟98呢也是。应该算是，虽然说没有过之，但是确实是无不及。98当中的 bug 阵是禁掉了啊，因为它本身已经太变态了，再加上 bug 阵就没说的，前手头上佛，朝天脚没有接上，落地天地反，一个好的一个前跳打 bug 阵，但是呢被对方直接鞭子抽中。很多人说，哎，这个女的她的名字叫什么？长得挺好看的，短发啊。这个女的长得真像这个重案六主的那个季节是吧？对不对？梳一个沙宣的发型，但是这个女的她的名字就叫鞭子。你看 WHIP， 这你这没精神病啊！这名字就是这么叫的，咱也就无所谓了啊。这杨坤的歌曲啊，昆曲啊，无所谓啊。好了，咱们看现在这边选择的是95草。然而当中这个草剃呢，咱也不能说是95草什么之类的啊。他发这个波呢，其实看起来呢还是很有煞气的。跳过来，好的，抓住一个机会，秦元阳卡过来位置前倾腿。如果有气的话，刚才如果一旦确认前倾腿能打住对方蹲防的话，可以选择用这个取消，然后马上去追击。咱们看现在大升楼堵得非常准，应该说，哎，这个后能量闪身有点吃亏了。连续的利用自己的气功来和对方的这个骚包坑来对，不要看对方是骚包坑，但是对方也是一个普通的这个飞行道具而已。下盘再闪身过来一个架招，躲开位置，等对方起跳过来打下盘。02的节奏呢是非常快，所以说小狼呢刚开始呢一直给大家讲了一个番号啊，又讲了一个什么剧情之类的。咱们现在呢开始正常解说，看看这一局的威斯跳过来摸一下，咱们看看现在怎么个情况。最后一点血，起身这也忍不住了啊！这个大猪啊，这个现在咱们来介绍一下啊，可能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大猪到底何许人也啊？这个大猪呢就是台湾大猪，应该说是你像这个香港啊，它像香港、台湾，这些这个可能咱说到海外了，咱也就这么回事，因为毕竟咱是同胞对吧？他们是比较喜欢玩这个02的啊，你包括你像你看过那个。导火线啊，不是导火线，那个叫这个杀破狼。你看那个已经傻了，那个他同事啊，一起玩02，对吧？还玩那个板崎良，还懂轻手压制呢啊，这个还懂，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你们看他们就比较喜欢玩这个。所以说整体技术来讲呢，咱们大陆呢虽然说有小刚有小孩这些人，但是说事实上呢玩的比较出彩的还得是人家这个像大猪啊这种类型的人啊。当然，事实上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一局，刚才呢打这个。威斯也是有独特的这个 bug 阵，后跳轻手打 bug 阵也是有。咱们看现在4颗气的大门，摸一下再忍。咱们看连续的贴，应该说这一局咱们头上斧顶一下，再点朝天脚，
像这个不管是97、98，像这种头上符呢，打最高点的时候，朝天脚是可以接上的。AB 闪身过来打底盘，再一踢，最后一点血，朝天脚打一下。咱们看现在这边的13B。这一局基本上应该算是已经放弃了，没有什么机会，因为毕竟呢，对方大门打得太正了，连续2局这个大门发挥的非常的超常，完全不给对方机会。咱们看现在这边13B 怎么选？好的，选了一个金家潘，这样的话金家潘、鞭子和八神，但是选择了用这个金馆长选择首发。咱们看大门首发打金馆长，金馆长开局呢有一点点的小优势，卡空头上符，再点朝天脚，这个虚晃了一个。虚晃了一个这个地雷阵，然后马上前冲跑抓。好的，这是一个连击，下重腿之后呢，直接电招打一个地雷阵。咱们看现在普通头再打下盘，金馆长应该说在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被对方压制，什么时候被抓，什么时候跳，都在对方的掌握当中。咱们看这一八神，葵花的节奏。大门打得非常硬 ，AB 闪身过来，这些重手啊跟上了一个，哎，咱们看这个 bug 阵，咱们可以事实上可以说什么呢？说这个，觉得这个大猪啊，他对于02的这个知识啊，就跟这个之前咱们看又是天地反之后站 CD 挥空，然后再打地雷阵，直接发地雷阵就可以，不是取消地雷阵，是 CD 然后地雷阵，节奏非常好啊，连续的推，咱们看现在这边。再忍一下，哎，扣下来，这可以打一枪啊，这个可以打枪，打手枪啊，也可以抽鞭子。但是咱们看现在，好的，抽回来一打，回身撩空腿，可惜没有继续的接招。其实这个鞭子接招呢也是非常给力的，它可以升华，咱们可以看到升华重手，然后打下盘，让一下空中抢空，再升华重手。这边呢是直接下盘2点接上的一个撩空鞭，这可以呢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防空作用，而且也可以用来连招。最后一点的爆发非常强，咱们看4点5点再抽回来，你看这个血量啊非常高，跳 CD 卡空。这个其实应该说这个2P 它的鞭子玩的还非常不错。咱们看现在在归底盘回身直接裸杀，但是好的重手前倾腿取消，重手前倾腿2点。反摇地再打，直接一个回身反升龙腿。咱们可以看见慢动作显示，奈罗洛打逆向重手前倾腿 BC， 奈罗洛重手前倾腿反摇腿升龙，再反升龙腿。这个应该说可能你们可能像小狼刚看的时候都已经痒了，这是 What's this 啊？这什么连招这是？但事实上呢，这02嘛这个系统呢，咱们不仅在02当中能看到啊，而且在后续的这种什么拳皇13什么之类的也能看到的。BC 连就是这样的。好的，又是打了一个八神独特的bug阵，踢一脚再跟，这一局把这个大门完全的把八神压回去。这个传说中红色的大门啊，咱们应该怎么红色的肛门就应该怎么叫？这个粉红色的肛，哎，咱们看一下，这个 bug 阵是确实作为大门来讲 ，bug 阵这个如果要是假设咱们的这个研发人员没有就把这个漏洞给封上了，97、98这个2002都没有，尤其是97，如果97大门没有了bug阵。我想问一下，大门的这个实力是不是一下子就会小降一个档次了？咱们看好的一个天地反，这一次没有打bug阵，有点不稳的样子。咱们看现在这边过来踢一脚，回身后腰踢，确认了一个切猪反，抓过来之后，咱们看看现在再对招。大门本身就是打首发，一旦打出这种优势啊，可能2P几乎是没有机会。大门这个人物呢，尽管他没有什么像样的魔血的招式，但是他就仗着自己的这个柔道出色的这个柔道的指令头，加上自己的这个后续的拳脚攻击，有点类似于像那个这个柔道部的主将黑熊啊。但是后来呢，被这个空手道部的这个大师兄打的。哎，咱们看现在在踢，回身刚一下，咱们需要一个中国古拳法的人来抗衡一下。好的一个架招过来。跳死！哎，这个超大外哥这次是没有卡中，两人在相杀。鞭子这一局其实也是鞭长莫及，对方血量虽然说不多，但是毕竟对方还是第一个人物。头上符一顶，一闪身，摔过来一个手枪。其实你像呢这些女人呢，像梳短发的女人都会打手枪，你知道吗？你像这个鞭子会打手枪，刚才你们也看到了。玛丽呢也是获胜之后呢摆出了一个打手枪的姿势，哎，这短发的女人啊，确实是啊，对吧？啊，你懂的。咱们看现在摸过来，头气被拆，
原地的跳 D， 再往前滑，下盘好的60根，你看这个伤害啊，非常可观。缓过来打下盘，可惜呢现在有点耐不住寂寞，这边2P 呢还是有点，你看这又想乱动，大猪呢非常稳，起身裸杀。但是草 T 呢也是完全不虚他，你磨我也管不着那么多了。暴气你打我也直接这个大蛇贴，就算相杀又能怎么样？反正我烧你那一下血就非常多了。这样的话，咱们看看现在这个比利马佐，也就是红丸，到现在都几乎没有上场。咱们看这个13B 选择了用这个板球力。这个板球力在02当中啊，可真的是鸟枪换炮了啊！它甚至比98还要强一些。咱们看现在连续的打下盘，空中有一个空中扔地的弹簧球，这个特殊道具也非常有意思。咱们看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bug 阵，它这个 bug 阵类似于像97当中抓大猪，然后呢不爆气的情况下下重手，然后第一时间出地雷阵。它呢也是一个天地反，然后下重手挥空再打地雷阵，一个样子。咱们看又是被晃，起身的时候这边大猪总是想抓天地反。13B 终于是在第5局的时候抓住了一个首发的好机会，这样的话这一局呢是完全有能力把对方这个连胜4局的这个煞气给打掉。前倾腿呢利用自己一个香橙百岁的一个这个屁股去撞对方啊，这个招式呢是非常猥琐的。咱们看现在在踢下盘收招，再出骚包看跳过来空投，完全的牵制住了这个大猪，前倾腿打蹲防，打下盘磨一下，收招的这个。应该说打到对方的僵直时间啊，非常的短，自己收招的时间也非常快。咱们看一下再推，连续的对，草 T 呢现在也是，如果你给我发骚包看，我大不了就发这个气功。咱们看现在再跳过来，可惜这个骚包看它的蓄力时间还是过于长了，所以说呢草 T 呢是直接横跳 B， 这样的话跳轻腿呢直接打死对手。这一局呢虽然说2P 呢有机会获胜，但是一定要小心。重腿摸一下，好的，刚回去，再忍一下，前冲，重腿防空，下轻手一推，再一个底半腿。咱们看看啊，这个麦卓和威斯啊，作为这个8神的这个8神的这个炮子吧，这个8神的这个微友啊，默默友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啊，这个打扮呢还是非常的给力的啊，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带出去啊就能拿得出手，而且还能请人喝一瓶红酒啊，但是千万要喝点好的，别给他整什么张裕长城之类的啊。咱们看现在跳过来打下盘，连续的腿把再打钢 CD， 好的下盘这边。比利马佐也就是红丸第一次上场，不会这么逊，让人对方打败吧？破了，括弧打回来，再打逆向，这边威斯已经凶了。果然啊是但是这次必杀，这是一个特殊的隐藏必杀。这个必杀呢会在自己的这个脚边形成一个电啊，你看跟他干不等于跟电干嘛啊？所以说果然是宅女男神啊。这宅男废纸，宅女废电，这个红丸啊，这个总是把自己的电放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啊，这个你懂的。咱们看现在这一局鞭子，再忍一下，但是现在鞭子没有气，非常的憋屈。好的2连，但是抽鞭子的时候呢没有节奏。咱们看再往前压，跳过来有 counter， 回身落地打头，哇，这个投技，严格来讲，这个大猪应该是没有想到啊，这种情况下却能中这个投技。也是这个非常郁闷。这样的话4-1开胡，2P 呢也是获得了首胜。好，咱们看现在这边的这个对，也是这个38国际劳动节已经快到了啊，所以说也是提前祝咱们劳动人民啊这个节日快乐啊，这个意思。咱们看现在这边好了一个超大外哥，闪一下。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要是97啊，可能拼一个头上弧，但是这个大猪呢并没有乱动，跳过来想抓，再忍，这边板球力开始归，两个人都开始猥琐起来。好的地雷阵，你一直在跟我打这个马虎眼，从空中出这个气功，这回大门也学精了啊！我裸这个地雷阵，你拿我没招，连续的轻攻击再贴，两个人再对。啊，这边呢，这死的时候说的什么？高本哥嘞，什么意思？说豆腐脑嘞，是这么喊的吗？不太懂啊。反正这个小狼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收废纸废书9瓶易拉罐了。怎么看这个下盘投的也非常准。鞭子这一局打出了一个 perfect，
只要把这个棘手的大门打死啊，就好多了。第3个人物选择发这个威斯，用来对抗对方的红丸，而这个草剃呢打鞭子，咱们可以看到应该是不太好打。跳过来一个升龙，摸一下，好嘞，直接你咱们看啊，用鞭子抽过来直接踩头，其实感觉这个招式非常猥琐。跳过来再踢几脚 ，CD 一顶。跳过来漂亮，直接5连打了一个2颗系的必杀，也就是白光必杀。咱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直接抽死对方。这个鞭子在抽人的时候啊，2只眼睛一直在瞅着自己的裆部。你看啊，你看，哎，这个画面一晃，一会儿可能还有机会啊，一直瞅着自己的裆部啊。咱们看现在连续的用皮鞭去抽，果然是这个玩至尊男 S 的啊，这个大猪啊。咱们这个台湾有一个公司叫什么公司来着啊？在大陆有个公司叫什么瑞丽，不是什么玩意儿的啊？至尊男 S、至尊男 M， 什么是局部保养啊？就是各种套餐啊！这个小狼去研究了一下，哎不，又踢东莞去了。怎么看？好的，回身一个这个后撩踢，这样的话呢，这个连胜2局。大猪呢也是确实是挺嘚儿的啊！大猪呢连胜4局这么有煞气，但是这2局呢被对方的这个首发的板球力打得有点不太会了，所以说咱们看看现在还是板球力打这个大门，连续了2局啊，这个板球力都是起到了和大门对抗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好的切出反前冲，又是一个升龙直接赌中，打腿绊取消过来。这种情况下呢，对方没有切，这个下重腿呢，因为在你像他下重腿呢，在这个02当中可以取消出这个气功，这就是一个突破。97当中咱们下重腿是不能取消。咱们看刚才下重手，这个天地反之后下重手再出地雷阵，但是呢好像节奏不是很对，这一次又没有打这个bug阵。所以说咱们看这边大猪仗着自己血多，开始往前移动，头上符之后呢一个直接的横跳地，尽管不是小跳，但是还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样这一局板球力是完全的白送。看看威斯腿绊过来，再找这个机会，连续的踢有康的，好的，接上一个跳 CD 卡空，重腿2点，接上一个皮鞭抽回来，再重腿横拉，直接摔死了对方。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威斯打得非常的怎么说呢啊，非常的具有这个破坏性。每次起身压的这个判定呢，都是让这个大猪有点摸不着头脑。大猪总觉得自己起身的第一时间能够跟对方对抗一下，但是连相杀的机会都没有，就是完全被克。咱们看这一局草剃横跨过来，闪身下盘2点。其实刚才可以打这个 BC 连，可惜这个草剃并没有这么做，下盘直接摔过来，指令头连续的打取消，跳 CD 有 counter， 但是反应时间还是有点慢，跳过来打一个小5连。这个暴气何苦来呢，哥们儿？起身再压，好的，想打这个裸这个大蛇贴，但是呢，毕竟必杀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怕这个投技啊，他这个必杀出来之后投技直接摇中。刚才咱们看一下威斯那个站姿，感觉这个威斯好像胸部也不小啊，真是啊，这个威斯可是真是短发啊。咱们看现在过来扣过去撞一下回身，这是打站 CD BC 取消再进行压制，可惜并没有形成什么样的威胁。咱们看现在这边跳过来再踢，红丸呢还是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这一局也是挺难，咱们看一下第5小局，鞭子和这个红丸。好的，下盘起手成功，直接跟上了一个2人3足的必杀。好，这你打我一个必杀，我直接这个裸一个必杀。咱们看这个眼神一直瞅着自己裆部啊，你看非常的注意自己，生怕抽到自己啊。咱们看现在再晃来晃去，红丸也开始归起来，两个人交换位置，抓住一个机会，3、4连扣过来，可惜没有气啊。刚才如果一旦抓住一个必杀的机会，咱们看最后一点血下重手，这个下重手有一定的防空的感觉啊。咱们看现在利用这个捆仙绳打出了一个下重手。好，咱们看现在这样的话是还是大门吗？好像这一次大猪果断是聪明了啊，也不能说聪明了，反正他不用这个大门来打这个板球力。咱们看现在这边板球力打这个红丸，板球力还是一如既往的选择打这个防守反击，一旦抓住这个对方倒地的机会才开始反击。咱们看要破防，不过拉开了防御姿势，升龙，现在可以压对方起身，
腿把出这个重手的气功。你看重手和轻手的它不一样，就是说发招时间咱们不敢恭维，主要是它的距离不一样。当然重手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这个重手的距离非常远。咱们看这局威斯后拉过来，连续的跳来跳去找机会。踢一脚，好的，现在两个人都很龟啊，因为这个毕竟2P 已经连胜3局，大猪现在也是有点开始认真起来了。腿把过来，一顶有 counter， 马上追击，2P 果然不吃素了，再往前一顶打过来，再跳 CD 卡空，角落里面连续的追人。这个2P 一旦抓住了机会，你可以看到啊，他确实是得势不饶人。可惜大猪非常的灵活，一闪身抓住了一个指定头的机会，逆向跳轻手背高。这是非常的具有这个怎么说呢啊，具有这个观赏性。哎，怎么又是放这个必杀？这样的话腿上带电，非常烂啊，磨了点血，但是毕竟没有磨死。时间要到，前冲直接被原地的跳地直接打死。这样的话，这一局大猪首发的红丸啊，就是非常的给力了，他一下形成了一个1v3的效果。咱们看这一局鞭子怎么办？防空鞭，这一次完了，防空鞭没有成功，打了一个小5连。回身一个逆向转身的雷刃拳，空中雷刃拳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自动寻路的感觉。你像97里面呢，他只要这么跳过去呢，他不会自动转身，他只会在空中直接发一个正方向的雷刃拳。如果对方一旦闪身或者逆向跳跃，那就非常的悲剧。咱们看现在这边摸一下，再忍。好的，起跳的时候被升龙打回来。啊，这个裸杀发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觉得大猪也是有点着急啊，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啊，不知道以为你是惠美梨啊？怎么样？好的，连续的升龙，他老想跳这个2P跳啊，这次升龙虽然说呢这个对方也跳了，但是这次升龙呢是打得非常，咱们看看又是必杀取消成功，想要直接打了一个白光，也就是 BC 连，比分来到5比3，这一局呢应该说红丸的优势实在太大了。所以说完全就是这么个情况，5比3，两个人比分再次的拉开成2分的分差。咱们看现在这边，板球力还是来打这个红丸，刚才吃了个小亏，这一局不知道怎么办。哎，刚才有直播的人说第一次出现 BC 连啊，刚才你可以看到啊，有很多 BC 连的，比如说刚才那个草地，好的一个直击的正摇 C， 再忍。咱们看两个人就是找这个距离，很多人说，哎，这两个菜鸟都不敢打。其实呢，这种真正的高手才是这么对抗。咱们看现在往后拉，距离都不是很科学、很理想。时间快要到，原地跳地等一下。好了，这是一个机会板球力，再次拉回来前跳，好的骗对方一个刚 CD， 这个机会就非常明显。在最后的10秒钟当中，可惜这一下让对方直接打了一个让波的动作。非常可惜，咱们可以看到两个人对招，跳过来出气功，这个正摇手啊，结果被对方跳过去，确实也是让那个2P 有点懵。好的一个直接的跑抓，还想抓，但是最后呢是被对方跳 CD 卡中，打下盘。红丸这个位置非常的安全，跳 CD 呢也是可以骗对方刚 CD 的反击。推把过来，好的空中连接，接撞没有接上，再下轻手。维斯这他。个人感觉这个威斯长得有点怎么说呢？长得有点像那个我爱罗，就是脸上没有字儿，然后呢勾个腰。这要是给他后面再背个大葫芦啊，这个就太完美了。咱们看现在这边打腿把，其实像我爱罗的，我觉得有点，你知道02里面有一个叫 K49那个啊，那个人是特别像我爱罗啊，我感觉好像后来是那个角色被人告了，还不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新闻啊？那个角色反正好像被人告了是吧？咱们看现在在跟前冲的时候被升龙卡中，两人相杀，抓过来正身位打跳轻腿。其实觉得总体的打这个拳脚牵制呢，觉得威斯还是照这个麦卓稍微差一点，但是威斯呢有这个指令头，这也是他的优势，而且威斯的爆发也不错。咱们看现在这边站 CD 直接取消，这2局基本上都是每次打到时间快要到了啊，这个在02比赛当中其实也是非常少见的，两个人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咱们看现在这边大猪又是在这一局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草地的血量还剩下一点点，然后加上4颗气全是满的。咱们看现在这边
鞭子在找机会，连续的忍，好的起跳再被升龙，就剩最后一点血啊，这点血，哎，这个战 CD 有点懵的嫌疑啊，这个战 CD 太嘚了啊，太嘚了。这样的话，咱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大门又是来到巅峰对决，两人空中相杀。我觉得这个13B 他不太喜欢用空中的那个荡秋千，就是说把鞭子扔到屏幕上方，咱也不知道拴哪了，然后空中撩过去。这招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啊，只有菜鸟用这招。其实，在实战当中啊，有的时候抢空这招呢，比如说打空中延迟有一定的用处，但2P 到现在为止啊都没有用过，可见他觉得这招对于他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实用的这个作用。咱们还再跳过来啊，刚才说那个招就是空中的反摇手，咱们再打回身，咱们刚 CD 被架，李二还是保持了这个大门可以骗 CD 出架招的这个判定。刚 CD 打过来，这一局10秒钟，时间是不等人的，我基本上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直接出必杀。好的，是一个蓝之山，这个蓝之山呢是可以架招。从98开始啊，它就有这个架招的成分了啊。但是呢，98里面，你像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连接，就是，拉尔夫用这个宇宙幻影打这个大门啊，这个大门直接就是各种蓝之山啊，这个就生挺啊，就生挺那个血费的啊，你懂吗？好的，开局就是一个撩空，你看这个血量，刚才那一个鞭子抽出来，这个血量2个就半管血。好的，再跟连续抽鞭子。虽然说这个鞭子它的这个攻击范围非常广，但是呢，如果他抽远鞭子呢，他防空的能力就比较差。如果要是下重手的话呢，就是距离非常的短，但是判定非常高。就是鞭子这个人呢，想要用好啊，有点类似于像98的这个棍王，或者说像97里的这个龙2千鹤那种控制距离的啊。这种情况下，你看他的攻击距离一定要掌握好，掌握不好这个攻击距离，什么都不是。而且呢，抽鞭的时候呢，还能利用自己的这个收鞭子来取消。抽鞭子可以把对方拉到自己身前，用脚踹嘛，这招你们也见识过了。好的，下盘2点2段踢，6比3之后呢，咱们看这边的2P， 这一局首发鞭子很成功，2段踢打过来，直接接上一个反升龙腿，再打下盘，最后一点血，直接一个前跳地。咱们看现在这个背景，你可以看到啊，有这个饿狼传说的2兄弟啊，一蓝一红，加上这个安迪的，据说是安迪师傅，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意思那个老头，小的时候小狼挺喜欢用那个老头了啊，拳脚方面上打的非常的这个2手上带光啊，非常漂亮。而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也有这是韩国人吗？这个呢啊，这个女的啊，加上饿狼传说里那个双截棍，还有饿狼传说里那个小胖子啊。这各种乱入啊，这个咱就不说了。咱们看现在回身打下盘，哦，这用必杀来取消，可惜对方还是忍1点，反摇轻腿的这个反升龙轻腿的1点，然后马上接升龙。咱们看再跟啊，对，很多人说是这个香妃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说香妃，我总想起阿玛来了呢，啊，想起什么尔康、紫薇什么雪燕子啥的啊，和香妃这名起的。好了，跳 CD 卡空，咱们看现在打下盘，闪身过来想要抓，但是被对方反投技过去，拆头过来，这边威斯，看看血量上还是占据一定优势，就是刚，然后起身直接打一个鞭子抽，这起身草地明显是要乱动，再扣过来，偷下盘，再跟上投技抓过来，完全的一个碾压式的动作。6比3之后呢，这一局13B 机会比较大。咱们看看他呢，仗着自己有气势，红丸3颗气比他多1颗，血量也稍微多一点。咱们看磨一下，再腿把，现在跟红丸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好的，这样的话打过来，你能量闪身，我也站住腿打你，节奏非常的好。再跳过来，跳轻攻击虚晃，再出指针头，这个爆抓抓的非常的凶狠。咱们看摔过来，跳轻攻击2点。抓完一扔，再跳过来，跳轻攻击，原地起跳再抓，红丸完全的丧失了行动能力。6比4，小孩这个大猪呢，看来还是有点不太妙啊。好了，这一局用红丸首发，看来这个2个人呢，因为毕竟呢有隐藏排序，到底怎么样排人呢？2个人还是不太清楚。不过总体来看呢，你可以看到这边的13B呢，他是选择用这个板修力碰到了红丸。
回身一个投技过来，还要摆一个造型，看不看见？啊，同志们，啊，这种感觉啊，坚持就是胜利啊！咱们看现在好的下盘2点3点，直接下上腿撩空。你看这红丸打死一个女人，还问为什么啊？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是吧？咱们看腿把过来，回身投技一摔，跳正身位攻击。觉得2P呢，他打的招式不是那种巧的人，他是属于硬打。你像很多人他打都是打巧，偏向于打逆向。你像比如说像这个大猪，刚才这个逆向打得非常的帅。偏向于打一些小技巧啊、小窍门、小骗之类的。好，跳 CD 有 counter 接上了一个站中腿，咱们看一下踢回去，空中跳 CD 抢空，对方倒地瘦身，马上一个跳地打逆向，回身就是一个影连必杀。跳 CD 有 counter 再一接，这一局又是一个 V3 的局。红丸刚 CD 过来，投技一摔，打了一个手枪。米娜放什么呀？米娜，这个直接被抽，再打过来。好的，这个防空边还是非常到位。红丸刚才有点虚了啊，有点。好，看看现在，哎，这个草剃精，刚才还有细心的观众说啊，这个草剃精它不叫 KYO， 它叫什么卡斯纳什么这那的啊，咱不管它。它一上来发出了一个声音就属于咱们中国的切啊切，就好像完全不考虑对方感受，觉得对方是懒的那种感觉啊。好的，一个 counter 接上一个朝天鞭。跳跃攻击有 counter 加2点，这个鞭子打非常帅。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重手啊，也可以在最后一点的时候出取消。鞭子的拳脚方面也不亚于一些比较主流的拳脚人物。好了，咱们可以看到又是抽皮鞭，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皮鞭眼神白眼睛，然后一直往自己裆部瞅啊。当然，由于大门的身材比较高大，所以说刚才眼睛还看不清楚了。抓过来前跳，这是进攻型的 bug 战，腿把过来再前跳地。你看这个拳脚太正了啊！刚 CD 过来，再忍啊，又可惜对方的这个皮鞭你是没有蹲防，打过来撩空腿，再打站轻腿，非常可惜啊！红丸优势太大了，比分是7比4，这局大门也是没有让对方再次的实现这个奇迹。咱们看现在这边，好了，还是3个女性角色啊，对3个男性角色。因为2P之前呢，她并不是全女性啊，她也是上什么金家潘之类的。好的，咱们看后撩踢一下，3女对3男啊，这2个人你有情他有意，2个人一见，哎呦我去是吧？咱们看现在好了，再一踢，这个就偷下盘，取消刚才是一个扇嘴巴子的这个招式啊，但是距离比较远。其实刚才他并不想出那招，他想接必杀，他这个接特殊技滑铲可以接必杀的，只是刚才没有摇出来，非常的可惜。咱们看现在投技过来，再出气功，这个气功真远啊！可以看到啊，这是波动拳啊，龟派气功，再出气功有 counter。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2P 打得非常的实惠，奈洛洛过来，下盘3点，直接这个击下重腿，空中抢空回身，再打腿把。拳脚方面上，现在草剃占据了很大的优势。然后远距离开始发波，看一下半球力，骗升龙成功，好的一个重腿滑铲腿，直接跟上了一个必杀，但是好在是没有打死。咱们看再对一个残血，再对跳过来，好的这个升龙打的太极限了，完全是把对方看穿了。咱们看现在这边打腿把过来，重手前引腿2段踢。好嘞，一个奈洛洛过来再打逆向，但对方起身第一时间瘦身啊，这点是没有。哎，这个必杀，请你告诉我，你是没有把对方起身时间计算在内啊？漂亮，这个 BC， 哎呀，前倾腿的一个 BC 连，但是在 BC 连打站前倾腿的时候就懵了，因为他本身是前倾腿接的 BC 连，再打前倾腿他没有取消的招式了啊。咱们看，如果他是重手前倾腿啊，就很变态了。咱们看下手防空往前压。重攻击打这个气功，连续的拆头，重手再打气功，鞭子现在开局吃了点小亏。咱们看现在再跳过来，下段踢，最后忍不住刚 CD 要破防，打下盘跟进。哦，乱动，重手前倾腿 BC， 重手前倾腿反摇升龙2段踢，直接跟大蛇踢。这个 BC 连呢？
看起来稍微有点民工。咱们可以再看一下麦头显示重手前倾腿 ，BC 重手前倾腿，然后呢直接是反摇腿升龙，然后马上二段踢，最后呢接上一个大蛇体。其实这个 BC 连呢，这很多人说，这个 BC 连这一下不得连死啊。其实 BC 连呢打的血非常少啊，就给人一种就磨血的感觉。其实主要是呢最后一点血比较多，前面的血比较多，中间的一些连技啊血都比较少。你们看过拳皇13的人也知道啊，几乎上就跟挠痒痒似的。咱们看现在这边。他怎么连上的啊？很多人说，这个什么前倾腿还能再接重攻击，他这个 BC 就是可以取消这种类型的招式，而且 BC 之后呢，它的这个气儿呢是有这个能量条的，你每取消一个招式，它会相应的会减少一格能量啊，这一格呢看你的取消程度啊，你像八神比较简单，什么葵花升龙，什么葵花什么升龙反摇腿，升龙葵花什么必杀什么之类的啊，那个东西，反正你让我说我还有点懵，你让我看一遍我就会了啊。反正我是玩02的话，我基本上就是玩什么板修力呀，玩什么像这个什么大门呐，像这种类型是没有什么 BC 连的，实话实说了啊。这个 BC 连这个东西，咱确实怎么说，你就得玩的多，手法要好。你就得把这个东西记下来，什么情况下 BC 连能连成什么样？你这还是玩这个 BC 连。你像这个游戏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猥琐的人物，比如说像什么那人叫什么李梅吗？那个不是韩梅梅啊，不是李雷啊，是李梅，还不是什么玩意儿的啊？这个还有一个人叫什么？还有个人叫安哲啊，那个精神病啊，那个啊，那都揪住了啊，那个啊。但是草剃的相对来说简单点啊。就是一个正要轻手，正要重手，正要轻手，正要是重手，在最后一点能量的时候再打二段踢，然后接大蛇体。好了，升龙过来逆向的一个后的奈落，但是后续没有接上。咱们看现在8比4之后，2P 看看有没有爆发。这一局两个人都有机会，可惜2P 的血量不是很多。再打前倾腿有破防点，跳过来打下盘直接踢死，下倾腿2点接战倾腿。你说从95，不是，对，你从96到这个02，就不管这身后站着这些人，你看刚才那个戴墨镜那个光头啊，搂的那2个女儿，每次都是那2个女儿。咱实话实说，现在都拳皇多少了？咱那2014年了啊，这么多年那俩女的怎么还不变样啊？怎么赵雅芝啊还是杨钰莹啊？怎么不变样呢？怎么怪怪的啊？这是快永葆青春。我看现在跳过来，前倾腿。这个残血了之后还打进攻，但是呢，果然啊，这个心还是有点虚。打进攻过来落地，然后这个斜下重腿呢，明显是怎么说也是凑巧了，直接打得非常近，没有形成判定。加对方呢是直接用轻攻击接上一套民工连。咱们看现在这边再跟远距离打牵制逆向会来一个顺踢，这边鞭子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好的，这是直接消耗了2颗气，练了一个必杀。这种情况下就是找什么点呢？就是说我把你打成残废，再次裸杀。这一次裸杀非常赖，怎么？哎呦我去，这13、14个血瓶，我操，这太尼玛赖了啊！这都神经病啊！这很多人说，刚才你看有哥们儿，可能有玩家说，拳皇94是哪个年发售的？我说这哥们儿，拳皇94是2014年发布的，我说你信吗？这个事儿你怪怪的啊！好，你像这个去年问这个风波啊，问这个风波说，你那个参加这个，你玩拳皇多少年了？风波说什么19年，是不是？对吧？19年，那就94年嘛。去年不13年吗？那19年。好了，咱们看现在一个天地反下重手，这些地雷阵还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这个地雷阵它难就难在第一时间发下重手，然后第一时间摇升龙。就完全不能拖沓，稍微有一针拖沓，就本身地雷阵这个东西嘛，就是有一针错了，那不就全错了嘛，对吧？所以说呢，下重手马上出升龙，这个需要一定的手法。咱们看这个羊啊，这个羊身上写 KOF， 然后一个小猪叼着02，这个广告打的，你看这3只小肥羊啊，太肥了。那小狗还是小猪啊？那是啊，是吧？02啊，太嘚了啊！你看后面又是有一个那个饿狼传说里的人物啊，带个斗笠啊，那个哥们啊，这个真是饿狼传说无处不在啊！咱们看现在9比4，已经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但是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威斯大门就是往前就是干啊！你看这个大门，好的抓过来没摔死，
想要磨死，这种情况下明显就要这么玩，因为对方只要被磨2下就会被磨死，跳起来直接就是我们小时候管这招叫放屁啊，我也不知道摄制组这个怎么想的，他为什么一条裙子就有无数的这个小刀刃，这个咱也不知道他是意思就是女人身下一把刀的意思吗？这个咱也不知道怎么个情况啊，还是上这个贞操所了。这个你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玉女心经》啊，这个对吧？这个徐锦江是吧？给他女儿上了一个啊，这个那女的叫什么来着？叫什么真？啊，这样，哎，不说了啊，咱们看一下。好了，咱们看一下9比4，打下盘。奈罗洛扣下来之后，这个咱说这一局应该说2P还是有机会能扳回1分，但是他心特别的虚，不敢乱动，不出招之后呢，不管乱啊，咱们看一下这个打死了，非常的漂亮。这样的话呢，这个也是比较快啊，这个抢10。前期呢2个人打到4比3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啊可能非常势均力敌，但是再往后打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大猪渐渐的就把对方比分拉开，最后的比分来到了10比4啊，这个非常的悲惨。最后一局呢，应该说鞭子呢也努力了，可惜呢，就像我说的，还是有点太紧张。草地的最后呢，完全没有给对方面子，直接打了一个超必杀，这个无视的超必杀，这个血量刚才你们也看到了啊，真尼玛变态啊！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啊。好，咱们今天呢也是这个说了2个比赛，98之前咱们优酷的朋友们也看到了，02的比赛呢也是继续的更新，希望大家以后再继续的支持这个小狼，咱们下期再见。